在过去几年，很多年轻人曾纷纷逃离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高房价和高压生活，选择下沉到3、4线城市寻求躺平生活。但是最新的人口数据显示，这股逃离潮正在逆转。2023年，4大一线城市全面实现人口正增长。在过去的几年里，躺平成为中国年轻人中流行的生存哲学和生活方式。然而，这个曾让无数人向往的梦想，却变得举步维艰，越来越遥不可及。是什么原因让躺平从主动选择演变为被迫接受？这其中暗藏着怎样的社会变迁和矛盾？对于广大年轻人而言，他们又将走向何方？让我们从一线城市的人口回流说起。2023年，北京成为全国人口增长最缓慢的一线城市，仅新增 1.5 万常住人口。但这赤裸裸的数字却掩盖不住背后沉重的民生压力。就拿27岁的王帆来说，他是2022年北京人口外流大潮中的一员。作为南方一所普通高校毕业生，他2020年毅然来到北京闯荡，但没料到接下来的日子会如此艰难。租房价格远比我以为的高出许多，我被迫选择在大兴区一间狭小阴暗的地下室居住。即便如此，仅房租和伙食费就已经占去我1/4的工资。王帆回忆说，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中小型广告公司担任运营，每月薪水只有6000元。按他的算盘，如果将来结婚生子，北京的生活成本根本无法承受，房租太高，教育费用也很贵，就连上学路上交通费都是一大支出。2022年，王帆最终黯然返乡，放弃了北漂梦，躺平成了他暂时的选择。他决定暂时不再在其他城市谋职。很快，王帆发现在家乡躺平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了。物价飞涨，就业岗位凋零，新兴产业萧条，这让原本就不富裕的县城雪上加霜。过去政府一直大力发展县里的电子加工业，聚集了近万名工人。可去年，大部分工厂都被迫停产或裁员。王帆的父母就是这些失业工人中的一员。他们所在的小县城已经至少有30%人口外流至外省城市谋生。留在县里的，要么是老年人，要么就是像王帆这样的准备暂时休息的年轻人。店铺门可罗雀，街道冷冷清清，俨然一座空城。王帆无奈地感慨，他暂且在家乡生活，却发现这里的物价也在迅速上涨，房租和食品价格不断拉升，消费明显超出了他们这些居家休息者的承受能力。与王帆类似，曾经离开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如今也面临重新回流的压力。张伟就是其中之一。几年前，他曾被高昂的房租和加班压力逼走，离开了深圳，前往郑州打工。然而，就在2023年，那里的生活环境急转直下，迫使他做出了重新返沪的艰难抉择。2021年，张伟在郑州一家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谋得工作，从事普通的生产线工人。尽管节奏很快，加班也很频繁，但工资水平比起在深圳时高出许多。在深圳时，租金就已经吃掉了我一半工资，剩下的还要伺候交通通勤支出。而在郑州，我每月能攒下3、4千块钱，还完全不用像在深圳那样从居住地通勤，工厂就在附近。张伟说。然而，这份渐入佳境的生活没能持续太久。2023年，郑州的新能源产业链陷入低迷期，行业景气度大幅下滑，这导致了大量裁员。张伟所在的工厂也被迫停产，他遭到了遣散。我们这些普工一夜之间就失去了所有收入来源，住在郑州的日子也没法继续过下去了。张伟说，他不得不重新背起行囊，计划返回上海市，去找一些更容易就业的工种。
与之相反，仍居住在一线城市的年轻人情况则好过一些，但想要躺平的念头也早已趋之而不返了。31岁的曹勇以一个外卖小哥的身份在上海生活了5年。多年前，他离开老家重庆来到这里，起初并不是出于追求事业理想，而只是想躺平混吃等死。那时我对什么工作都提不起劲，上海确实还算宽松，勉强可以为生，但曹勇很快发现，靠外卖这份工作要在上海生存下去还是相当不容易的。房租不说了，就是吃饭开销都快赶上我的1半月收入了，收支始终捉襟见肘。更糟糕的是，曹勇发现自己的工作岗位正在被人工智能替代。外卖公司开始在部分地区投放智能配送机器人，这意味着将来或许只需要极少数人工就能覆盖大半个上海的派送业务。他明白，外卖小哥这个行当可能维持不了多久，未来要想在上海立足，非得转行重新就业不可。可问题是，像我们这种文化水平和技术储备的人，又能干点什么活呢？网约车、服务员，门槛都不低，曹勇为此陷入了困惑。面对现实的艰难困境，曾经痴迷躺平，甚至一度离开过一线城市的很多年轻人，最终还是被迫回流至一线城市寻找生存机会。这是否意味着北上广等城市的高房租、高物价要卷土重来？是否意味着那些艰苦的工作环境和加班文化又要重新铺平在年轻人面前？2023年的人口数据也许可以给出一些启示。与之前几年不同的是，这一次人口回流主要集中在一线及新一线城市，3、4线城市则是遭遇了严重人口外流。以徐州、济南、武汉等地为代表的传统老3线城市，去年全面遭遇人口外流。其中，徐州市更是创下了自己有史以来的最大负增长纪录，常住人口锐减近20万。整个城市就像被掏空了一般，年轻人基本都跑光了。一位徐州本地居民如是说。徐州的情况确实触目惊心，街头行人寥寥，大量餐饮门店空关，就连曾经热闹的步行街也萧瑟冷清。这样的景象并非徐州独有，济南、武汉等老3线城市也面临同样的窘境。其根源在于这些城市的主导产业正陷入低迷和转型期，人口无法获得足够的就业岗位，只能不断外流。我们这边整个汽车行业今年就关停了数万人，再加上受疫情影响的连锁企业也在不断裁员。济南一位市民直言，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个例，而是一股汹涌而来的人口外移潮流。对于留在老家躺平的年轻人而言，出路确实正变得愈发狭隘。以曹勇的老家重庆为例，这个西部城市曾经是中国制造业的重镇，拥有大批制造业工人。然而，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大量低端制造业务向外省份甚至东南亚国家转移，当地蓝领阶层首当其冲遭到裁员。现在，连我们这些低技术含量的工种都很难在重庆找到合适的工作，除非到外地去。曹勇说，这也是他最初离乡来到上海的原因。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曾逃离家乡的年轻人又能否重新返乡生存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就算回到老家，物价也早已水涨船高，算上伙食和居住开支，起码也要每月3、4千元才能糊口。可老家那边除了零星的服务业工作，很难再找到收入可观的工作岗位。曹勇无奈地说，类似的情况不仅出现在重庆这样的传统工业城市，即便是一些90年代曾经引领经济发展的沿海城市，如温州、佛山，如今也面临着同样的窘境。这些地区的低端制造业已基本外移，重新回到老家的年轻人也难以就业。就业寒冬之下，躺平成了奢侈品。一位社会学专家说，现在年轻人不仅难以在大城市安居乐业，
就连躺平这种自我放弃式的生存方式，在国内大多数地区都已无法为继。活下去才是当务之急，何谈还有什么其他追求？对于像王帆这样的返乡青年来说，这句话再适合不过了。2024年，王帆重返北京，就职于一家外卖骑手团队。他曾经的北漂梦想彻底幻灭，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生存欲望。我真希望自己可以过上躺平的生活，但现实是家里已入不敷出，我必须东拼西凑来维持生计。在这个日益贫困的年代，躺平是无法实现的。从一线城市到小城镇，物价房租持续上涨，就业机会却在锐减。深陷其中的年轻人，别说追求梦想和自我实现，就连温饱都已经愈发捉襟见肘。说实话，我宁可重新回到那段当了工厂机器的日子。虽然压力大，但至少还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前车厂工人张伟叹了口气，在他眼中，如今这种到处漂泊寻找生存机会的日子才是真正的煎熬。从1线到5线城市，张伟辗转几乎遍布了全国各地，但就业形势始终一筹莫展。快餐员工、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这些行业都已经趋于饱和。以前靠人力堆积木短工就能赚钱为生，现如今却是非得有一些专业技能或关系，才能在大城市里勉强混口饭吃。活着成了年轻人最大的奢求，那份曾被视作剥削和压迫的工作，此时却成为向往的目标。物质生活的贫困已然让躺平成为一个奢侈的梦想，当务之急是如何在贫困线以上勉强维持生存。就连在1线城市生活的曹勇，如今也早已远离了躺平的生活方式，每天为了给自己充饥，我都得拼命赶单。生活变成了一场漫无止境的度日如年。他对未来的打算很简单，只要能活下去，什么工作我都愿意去做。至于其他的，就看形势发展了吧。